韩国女人为什么最嫉妒宋慧乔呢？只因她谈了3段恋爱啊，就被冠上了坏女人称号。但是抛开这些啊，你再看宋慧乔，你有没有发现啊，她在每一个年龄段呢都有大爆的出圈作品，而且每一部作品啊都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完美贴合了经济发展轨迹和女性思潮变迁。今天呢，咱们就来深度复盘一下啊，这个宋慧乔是如何改写亚洲偶像剧底层逻辑的。很多人呢只看到了宋慧乔光鲜亮丽的一面，却不知道她拿的呢其实是标准的美强惨的剧本。她的妈妈19岁生下了她，而她的爸爸呢，在她的8岁那年呢，就抛弃了母女俩，人间蒸发了。这为了生存呢，她不得不早早就出来赚钱。这种极度缺乏父爱，又过早的背负生活重担的成长环境呢，造就了她性格里的两面性。外表呢是柔弱如小白花，内心却是坚硬如钢铁。她是极度渴望爱的，渴望一个安稳的家，所以呢，她的每一段恋爱都投入的是轰轰烈烈。但同时呢，她又极度缺乏安全感啊！一旦发现苗头不对了，或者受到伤害了，她会比任何人都决绝的切断联系，以此来保护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每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呢，都表现的是那么的冷酷无情，从来不拖泥带水，也从来不解释辩白啊，那是她的盾牌，也是她的刺。这宋慧乔的神奇之处在于啊，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她是亚洲女性审美的风向标。这回顾她这28年的作品啊，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女性意识觉醒史。这 1.0 时代，蓝色生死恋啊，等待拯救的小白花，20岁的恩熙啊，柔弱善良绝症，她是那个时代男性心中最完美的牺牲品。她存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让这个男主角哭，为了激发男人的保护欲，那是苦情剧的巅峰，也是女性最卑微的时刻。这 2.0 时代，浪漫满屋，元气满满的甜妹。23岁的韩智恩虽然说还是有点笨啊，但她开始呢有了自己的性格，会吵架，会反抗。她是经济上经期啊，那种乐观向上，有点野蛮女友感觉那种小太阳花，但是内核呢依然是只要我可爱，霸道总裁呢就会爱上我。3.0 时代，太阳的后裔，势均力敌的大女主。35岁的姜暮嫣呢彻底变了啊，她是医生，专业、独立、有钱。面对男主的示爱呢，她不再羞涩，而是坦荡的回应。这标志着双强时代的到来，女性开始啊要去在爱情里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4.0 时代，黑暗荣耀，不需要男人的复仇者。41岁的文东恩呢是宋慧乔的终极进化，她不再需要爱情，不再需要男人来拯救，她是满身伤痕却眼神坚定。她说呀，我不需要王子，我只需要一把刀。从恩熙到文东恩呢，眼看着女主身上的颜色是越来越素，气质是越来越冷，性格呢也是越来越难搞。这背后呢，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女性规训的崩塌。这现在的女性观众啊，不再幻想成为被王子吻醒的睡美人，我们更想成为那个手握复仇之剑，亲手砍断激情的女王。而现实中呢，宋慧乔的人生啊，比她的戏呢要更加的精彩。2019年呢，那场离婚大战简直是把她推向了地狱。宋仲基啊，那个曾经说他是偶像、是女神的男人呢，在离婚时呢，使出了一招极其是狠毒的先发制人。他单方面发布新闻稿啊，说呢，我会好好度过这段伤痛啊，这句话真的是太有心机了。在韩国法律里啊，通常呢只有无过错方呢才会这么主动啊，他直接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受害者，暗示宋慧乔才是那个有过错的人。紧接着呢，他又把两人斥资100亿的婚房呢，直接用挖掘机给推平了。这一铲子下去，推平的不仅是房子，更是宋慧乔的尊严，全网都在骂他，甚至造谣他出轨怀孕。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恶意啊，宋慧乔做了什么呢？他没有发小作文去互撕啊，没有去卖惨，他只是发了一篇轻描淡写的声明，然后转身去了纽约。在纽约的那几年呢，他像是一个苦行僧一样啊，他报名艺术课程，每天坚持冥想，晚上睡前呢，他会逼自己写下10件值得感恩的小事，哪怕是今天吃饱了饭，今天天气好好，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他用这种近乎是自虐的方式，一点点重建自己的内心秩序。然后呢，他带着黑暗荣耀杀了回来，他把这几年受的委屈、愤怒、隐忍全部都揉碎了，注入到文东恩的眼神里。他拿下了青龙奖大赏，在领奖台上呢，他含泪说：“처음으로저한테제가칭찬해주고싶어요。”这一刻呢，他终于完成了对前夫、对舆论、对命运的最漂亮的反杀。你可能会说，那韩国女性不都这么拼吗？不是的啊，要看懂宋慧乔的不容易呢，你必须得把她和另一位韩国顶流全智贤放在一起看。这个全智贤呢，同样是顶流，同样是有经典作品，但她的人生那实在是太顺了。出身富裕啊，嫁给了青梅竹马的豪门老公，生了2个儿子，婆婆宠爱，老公尊重。她的大女主剧本啊，是那种啊带着松弛感的，是人生赢家的标配。而宋慧乔呢，她的每一步都走的是血淋淋的，她没有豪门老公做后盾，她的每一分钱呢都是自己挣的。她谈一次恋爱呢就脱一层皮，她在废墟里那是一次次的重建自己。全智贤呢让人羡慕，而宋慧乔呢让人敬佩，因为她代表了大多数普通女性的真实处境。她没有金手指，没有避风港，只能靠自己硬生生的杀出一条血路。她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来试图通过恋爱、通过婚姻来寻找那个缺失的父爱，来寻找安全感。但最后呢，她发现啊，男人是靠不住的，婚姻呢是会破碎的，唯一能够靠得住的只有那个在深夜里痛哭，第二天依然能够爬起来拍戏的她的
他自己。现在的他呢，不再执着于爱情，他和老友聚会，带着狗狗散步，素颜看展，他的眼神里呢，不再有讨好，只有从容。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们呀，找到另一半呢，并不是人生的通关结局啊，那只是一个选择，而找到自己呢，才是我们这辈子必须完成的使命。如果说你现在呢，也是深陷泥潭，请看看宋慧乔，哪怕全世界都背叛了你，哪怕房子都被推平了，只要你还在，只要你的心不死啊，你依然可以在废墟上开出一朵最艳丽的花。出道8年无人识，一生好良天下闻啊。你的光芒闪耀像是狗的逐渐入侵了我眼。这看似搞笑的2句话呢，其实概括了蔡秀彬的演艺生涯。她是兢兢业业演了10几部剧啊，搭档过朴宝剑、丁海寅这种顶流男神，却始终是不温不火的女演员。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蔡秀彬啊是个除了脸一无是处的花瓶，大错特错啊！她拿的其实是标准的学霸逆袭的剧本。这1994年出生的她呢，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这高1的时候啊，她想当演员，被他妈一句啊“你还小，先读书”给堵了回去。她听话吗？听。她憋着一口气啊，考上了韩国建国大学。这所学校在韩国的地位啊，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985名校。那换普通人呀，肯定是安安稳稳读书啊，毕业之后呢，找个好工作。可蔡秀彬呢，是个狼人。他在入学的第5天啊，也就是大1刚开学没多久呢，直接就办了休学。为什么呀？因为他觉得在象牙塔里读书啊，他根本就学不到真正的表演。他要去话剧团，去实战，去磨练。这种魄力啊，有几个人能有啊？他不是那种想当明星啊，想赚快钱的爱豆，他想当的是真正的演员。可是呢，娱乐圈从来不是努力就能红的地方。从2014年出道到2022年爆红，这8年里啊，蔡秀彬可以说是流年不利啊。他演过《无理的前经理》啊，那个坏的恨得让人牙痒的优等生全秀雅；演过《云画的月光》里那个深情啊却又得不到爱的世子嫔。尤其是2020年啊，他和这个丁海寅呢合作了《半之半》啊，这部剧啊原本是被寄予厚望，男女主颜值逆天，氛围感拉满，怎么看都是爆款预定。结果呢，收视率惨淡到让人不忍直视，甚至是因为没有人看，被电视台给强行砍掉4集。为什么呢？因为编剧太自我了，剧情慢热晦涩啊，完全不顾观众的死活。蔡秀彬呢就这么被祭天了。除了时运不济啊，他自己也太佛了，他不炒作，不传绯闻，甚至连综艺都不怎么上。偶尔上一次这个罗新英大神的出差15夜啊，结果暴露了自己是个游戏黑洞。老罗刚说完不能提这个某个拉面的名字，他后脚呢就脱口而出游戏2秒结束。这种北大美女的属性呢，虽然说可爱，但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根本就激不起什么水花。直到2022年的12月，他为宣传新剧啊，上了这个韩国著名的恶搞综艺 SNL Korea。这个节目是以大尺度无厘头著称啊。这蔡秀彬拿到的剧本呢，是一个为了谋反而接近皇上的美女刺客，剧情设定呢是极其的荒诞啊。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满朝文武啊都喊着要杀他。可当他脸上的面纱被揭开的那一刻啊，画风突变，那个眼神清澈无辜，又带着一丝勾人的媚态。皇上看傻了，大臣们也看傻了。大臣甲说啊，我觉得他不是逆贼，从面相上看挺可爱的。大臣乙呢，这么柔顺的女子怎么可能放火呢？这个时候呢，一个嫉妒的妃子呢，端起一杯酒泼在了他的脸上，高光时刻就来了。蔡秀彬没有擦脸，任由酒水顺着脸颊流下去。他微微皱眉，轻启朱唇，吐出了那句封神的台词：“好凉。”这一幕呢，直接把绿茶的精髓给演到了大气层里。他不是在演绿茶，他是在用演技啊去解构绿茶。他用一种极其夸张讽刺的方式呢，演出了男人在美色面前的双标和昏庸。这个片段啊，在韩国本土啊其实是反响平平，但在我们国内啊，却像是病毒一样的传播开来。网友们呢是纷纷感叹：只要五官长得好，3观跟着5官跑，这就是红的玄学啊！你演了那么多正剧没有人看，演个小品反而成了顶流。你可能会说啊，这种靠美貌杀人的女星，那韩国不多的是吗？不是的啊，要看到蔡秀彬的独特呢，你必须得把她呢和另一位同样靠颜值和反差感出圈的顶流韩素汐放在一起看。这韩素汐啊，凭借《夫妻的世界》里啊最美小三爆红，她的美呢是有野性的，是带着攻击力的。她纹身抽烟，演戏也是那种疯批美人的路子，她代表的呢是一种危险的诱惑。而蔡秀彬她的美呢是温婉的，是无害的。她那张脸呢是典型的初恋脸，圆润饱满，没有攻击性，但她呢偏要去演那些心机深沉啊，或者是遭遇不幸的角色。这种小白兔的外表与腹黑悲惨的内核之间的巨大反差呢，才是她最迷人的地方。韩素汐呢让人想征服，而蔡秀彬呢让人想保护，同时呢也让人忍不住啊想看看这只小白兔切开以后呢到底是不是黑的。有了流量加持，蔡秀彬终于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她和刘演熙主演的《现在拨打的电话》呢简直就是杀疯了。这个剧呢设定非常的带感，表面恩爱的政治
着联姻夫妻啊，实则是互相厌恶。女主呢患有失语症，其实是装的。这男主冷血的精英发言人，为了演好这个假装哑巴的角色啊，这蔡救民呢提前2个月呢去学了手语。他在剧里啊，前半段是受气包，后半段那就是高智商复仇女，那种从隐忍到爆发的转变，让人看的是极其的过瘾。这部剧呢才播了4集啊，热度直接冲到了全网前3，刘演熙的这个搜索指数第1啊，这蔡救民第2。这一次呢，他不再是那个好凉的表情包，而是实打实的收视女王。更厉害的是，他还官宣了啊，将担任年末演技大赏的主持人。要知道，在韩国呀，能主持这种级别颁奖典礼的，要么是国民度极高的老戏骨，要么是当红炸子鸡。这说明啊，他不仅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也得到了业内大佬的盖章认证。他终于上桌吃饭了。回看蔡救民这10年，从名校退学去话剧团磨练，演了无数个配角，经历了收视滑铁卢，被嘲笑是综艺黑洞啊，被说是万年不火。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整容去改运，没有走捷径，他就是一部戏一部戏的去接啊，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去磨。那句好凉看似是运气啊，其实啊是他这么多年的积累的演技，在某一个瞬间的降维打击。如果说没有那份对表演的精准拿捏，他演出来可能不是好凉，而是油腻了。正如网友所说，红是一门玄学，但是努力是唯一的破解之法。被成龙占便宜，当场就报复回去，让神秘富豪花100亿捧他，导致万达亏损5亿，连王思聪啊都被大佬封口。我说实话，我被下令禁止讨论的话题。内娱有4大未解之谜，其中一个莫过于景甜的背景。2014年啊，这16岁的景甜呢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那时候的她呀还是个普通的漂亮姑娘。直到有一天呢，一辆豪华大奔出现在校门口，景甜呢上了车啊，这一走呢就是20多天没上课。校方呢也不是吃素的啊，直接以旷课违纪为由呢把她劝退了。按理来说，那普通学生遇到这事呢，天都塌了呀。但对于景甜来说呢，这不过是命运给她换了一条更宽的赛道，直通娱乐圈的顶层。那位神秘的大佬呢，为了安抚小女友啊，反手就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这家公司有多么奇葩呢？他们的艺人来历啊，只有景甜一个人。换句话说，这家公司存在的意义啊，就是为了给景甜圆梦。景甜说啊想唱歌，那大佬呢立马就请来了王菲的御用制作人张亚东 ，MV 导演呢请的是那个刚凭借《疯狂的石头》爆红的宁浩。这配置相当于让米其林3星主厨啊给你煮方便面。这张名为《我是谁》的专辑啊，虽然说在大众听来啊那是平平无奇，在那个神秘力量的运作下呢，竟然打败了国家队的选手李谷一老师，以及当时红透半边天的金莎，拿下了 CCTV 中国文艺榜的内地女歌手季军。这哪里是颁奖，这分明就是指鹿为马的现场直播呀！但这啊还只是开胃菜，真正让内娱感受到资本震撼的是2011年那部神片《战国》。大佬呢为了这部片子啊砸了1.5个亿啊！为了让景甜演得开心，他们请来了孙红雷、吴镇宇、金喜善还有姜武。据说呢这个孙红雷一开始是拒绝的啊，直到这个资方开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数字。电影上映之后呢，观众那是傻眼了，这哪里是战国呀，这分明是景甜和他的男人们。所有的影帝老戏骨啊都围着景甜转，孙红雷演的孙膑那是装疯卖傻，只为博美人一笑。那种满屏幕的尴尬和违和感呢，让这部大制作啊最终只拿下了3.8的评分。韩寒当时呢甚至写了一篇影评，讽刺道啊，这部电影应该叫做《爱的代价》，因为它是为了照顾某个人的情绪而拍摄的，这就是强捧的代价。大佬以为啊有钱就能够使鬼推磨，殊不知啊强扭的瓜它不仅不甜，还容易把瓜头呢给崩断了。如果说战国呢是为了让大家看到钱的力量，那么后来的种种细节则让大家看到了权的威压。2013年啊，新警察故事2013年发布会啊，这成龙大哥那个在圈内习惯了跟女明星勾肩搭背、贴面热聊的热心肠呢，这次啊却遭到了滑铁卢。现场呢，成龙习惯性的啊把手呢搭在了这个景甜的这个大腿上，脸上呢挂着那种标志性的啊略带油腻的笑容，旁边的刘烨那是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啊，仿佛在说啊大哥，你这手那是不想要了。景甜当时啊没有当场发作，但他的反击来的是很快也是很猛。在随后的猜一个环节啊，当这个美丽的神话前奏响起啊，这本是节目组专门给成龙准备的回忆杀高光时刻，全场嘉宾那是心领神会啊，准备呢让这个大哥唱。结果呢，景甜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一把抢过话筒啊，旁若无人的唱了起来。那一刻啊，成龙的表情那就僵住了，那种想发火又不敢发，只能尴尬陪笑的样子，大概是他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吃瘪时刻。事后呢，这大家都懂了啊，这姑娘那是真的惹不起啊。而成龙的手缩回去了啊，王思聪的嘴呢也闭上了。2006年呢，大佬再次发力，这次直接玩了个大的，进好莱坞，投资1.5亿美元，张艺谋执导啊，马特·达蒙主演，刘德华呀、张涵予啊，这个鹿晗作配。这部长城呢，看成是中国影史最大规模的重型捧月。为了捧景甜，那剧本呢被改的是面目全非啊。马特·达蒙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打怪兽啊，就是为了和景甜谈个恋爱，顺便听他讲讲英语。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啊，口碑崩盘呀，票房惨败，万达影业亏损超过5亿呀。
按照这个王思聪的性格啊，自家钱就这么被打水漂了，早就跳出来骂导演、骂演员、骂资方了。但是这次呢，面对记者的提问，王思聪呢是讳莫如深啊，只字不提。能让国民老公都闭嘴的，绝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这背后啊是一种让人细思极恐的不可抗力。那时候景甜虽然说站在资源的顶峰，拿了好莱坞奖啊，传遍了高定，但他在观众眼里呢，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资源符号。大家看他呢，就像看一个用人民币堆出来的假人。转折点呢发生在2018年左右啊，这景甜呢和那位神秘大佬分道扬镳了，失去了超能力的加持啊，景甜的资源呢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他不再出演好莱坞大片，不再有影帝作配，甚至开始接一些啊以前就根本看不上的小成本的网剧。所有人都以为啊这朵人间富贵花了离了温室很快就要枯萎了，但是命运呢就是这么讽刺啊，有心栽花花不开啊，无心插柳柳成荫。2021年司藤横空出世，在这部剧里啊，景甜呢没有那些个动辄上亿的特效，也没有众星捧月的排场，他穿着旗袍画着细眉啊，摇曳生姿的走进了云南的市井里。这一次呢，他不再是那个无论演什么都像景甜的资源咖，他演回了那个傲娇毒舌却又深情的半妖司藤。观众惊奇的发现啊，原来景甜是会演戏的，原来她长得这么美，脱离了强捧的滤镜呢，她身上那种富贵气啊，反而是和司藤这个角色完美契合。她不再端着啊，不再悬浮，她在直播间里那是大大方方的洗脸啊，承认自己割过双眼皮儿，调侃自己以前的演技，那种笨蛋美人的真实感呢，瞬间就击中了观众的心。那个曾经让冯绍峰、孙红雷都感到压力山大的背景板呢，变成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邻家姐姐。她从神坛跌落，却在人间扎了根。以前呢，她演戏是为了圆梦，是为了满足背后那个人的造型欲；现在呢，她演戏是为了生存，是为了自己。这种心态的转变啊，让她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而这种松弛感呢，恰恰是演员最需要的灵气。社会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逆反理论。当外界呢试图以一种强迫的、不可抗拒的方式去控制人们的态度时啊，人们呢会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资本越是砸钱啊，越是请大咖，越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这观众的潜意识里啊是越排斥的。你凭什么教我做事啊？你凭什么觉得有钱我就得买账呢？在战国和长征时期啊，景甜呢就是那个被资本啊强行注入观众视野的义务，所以啊大家都本能的排斥她啊，哪怕她长得再美。而当资本退潮，当她失去了特权，变成了一个需要靠自己打拼的普通演员的时候呢，那种强迫感消失了，观众呢终于可以摘下有色眼镜去重新审视她。这时候呢，大家发现啊，其实她长得挺好看的啊，性格也挺好的，演技也在线。于是呢，黑转粉啊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在这个世界上啊，钱可以买来资源，买来流量，甚至可以买来奖项，但是唯独买不来观众发自内心的喜欢。正如那句老话说的啊，小红靠捧，大红靠命。而景甜的命呢，大概就是她失去了靠山啊，终于开始独立行走的那一刻才真正的开始。听到孔刘的回复之后，裴淑炫觉得自己这对马还得是真值啊。2008年裴淑炫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呢，就被问到啊最近在读什么书。这裴淑炫没有多想呀，诚实的说出了书名82年生的金智英。就这短短的6个字啊，瞬间就引爆了韩国男性的怒火。男粉那是当场烧毁他的照片，剪掉他的小卡，甚至在网上对他进行荡妇羞辱。那阵仗啊，仿佛他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天条。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呢，揭露了韩国女性在家庭啊、职场中呢被剥削了血淋淋的真相，被韩国男性视为是女权主义的毒草，谁碰谁死。然而就在这风口浪尖之上呢，有一个男人啊，他不仅没有避嫌，反而是主动站出来接下了这部烫手山芋改编电影的男主角，他就是孔刘。但这早已经不是孔刘第一次这么勇敢了。把时间呢倒回到2009年，那时候的孔刘啊正在服兵役。对大多数的男性来说啊，入伍呢是事业的空窗期，是混日子等退伍的时光。但是孔刘不一样，他在部队里啊收到了一份上级送来的礼物，一本名为《熔炉》的小说。这本书呢以光州一所聋哑障碍学校的真实暴力事件为蓝本，讲述了那些个无助的孩子如何在校长的魔爪之下呢遭遇了非人的虐待，而法律和正义啊却在金钱与权力的勾兑下呢一次次的缺席。孔刘在军营里读完这本书，整个人都在颤抖。他在退伍前的最后一次休假呢，他没有回家，也没有去玩，而是直接跑到了首尔，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孔之勇。他对作者说了一句话啊，请允许我把它搬上荧幕。如果说没有人投资呢，我来投；如果说没有人演，我来演。在退伍后呢，他像是一个疯子一样四处奔走，因为题材太过敏感，太过黑暗了，没有任何一家投资公司愿意去接手。他们觉得啊，那观众去电影院是寻开心的，谁愿意花钱去看这种让人绝望的东西啊？但是孔刘没有放弃，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甚至不惜自降片酬，终于拉起了一个剧组。2011年电影《熔炉》上映啊，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部电影啊像是一颗核弹在韩国社会炸开了。观众在电影里那是哭的是撕心裂肺啊！走出电影院之后呢，愤怒的民众自发走上街头，举着牌子要求政府重启调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呢，韩国国会呢重新修订了法律，一部电影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法律，这在世界影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啊，不是什么政客，也不是什么法官，而是一个在此之前呢只演过《咖啡王子》1号店的这种甜宠剧的花美男。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是的啊，孔刘的
反骨啊才刚刚长出来。2019年，当整个韩国社会啊因为女权话题而撕裂成两半的时候呢，82年生的金智英宣布要改编成电影。这时候的孔刘呢，已经是凭借《釜山行》啊和《鬼怪》红遍全亚洲的顶级巨星，他不需要热度，更不需要争议。所有的经纪团队，所有的理智粉呢，都在劝他，你别接了，千万别接，这就是个坑啊，你跳下去就是一身泥。但是孔刘只看了一眼剧本就哭了，他给家里打了电话，在那头泣不成声。他对妈妈说啊，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理解你了。他接了，他不仅接了，还演的是无比用心。他饰演金智英的丈夫，一个虽然说温柔啊，但在巨大的社会性结构压迫面前呢，显得是有些无力的普通男人。电影上映之前啊，他的社交账号被恶意刷屏，各种恶毒的诅咒铺天盖地。韩国的极端男性论坛呢，甚至发起了抵制孔刘的运动。面对这一切啊，孔刘只是淡淡的回应了一句：演员的价值呢，不仅在于娱乐啊，更在于共情。我选择的这部作品，我就不后悔。结果呢，电影上映首日就荣登票房冠军。那些曾经骂他的人呢，最后都闭嘴了，因为他们发现孔刘不是在搞对立，他是在试图啊用温和的方式去解开那个死结。这就是孔刘的格局。很多人好奇啊，这样一个硬刚世界的男人，私底下到底是什么样呢？是霸道总裁还是忧郁文青呢？其实啊，现实中的孔刘呢，有着巨大的反差萌。他本名叫做孔立哲，1979年出生在釜山，父亲呢是棒球选手，从小呢他就在棒球场上摸爬滚打，那运动天赋那是相当惊人。如果不当演员啊，他大概率呢会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或者是游泳选手。这刚出道的时候啊，他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演员，而是做过位置，在镜头前呢是摇头晃脑的去介绍音乐。他性格内敛，甚至有点社恐。Lisa 呢曾在综艺里红着脸表白啊，我的理想型呢是孔刘欧巴，想和他一起拍照。如果说换做男性，估计啊早就借机炒作了。但孔刘知道之后呢，反应那是相当的害羞啊，他不好意思的说，其实呀，我不是女生喜欢的那种类型啊，我很无趣的，也不会说甜言蜜语。他说自己如果说不当演员啊，可能连老婆都娶不到，因为如果说另一半问他爱不爱我，他会因为害羞而张不开嘴。但就是这么一个胆小的男人啊，在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呢，却比谁都勇敢。他曾为张子妍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声，呼吁彻查真相。那时候呢，很多艺人为了避嫌呢，都选择是沉默。这出道20多年啊，这作品数量呢其实并不多啊，因为他挑剧本啊挑的是近乎苛刻。他不想演那些千篇一律的霸道总裁，他想演那些能够让人思考的角色。从熔炉里的美术老师，到釜山行里那个自私又伟大的父亲，再到鬼怪里啊那个孤独了千年的神，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呢，都带着一种悲悯的底色。他始终认为啊，演员呢是一种拥有话语权的职业，既然拥有这个权利，就要用它呢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他所说的善良的影响力。在社会学中啊，有个词儿呢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但在演艺圈呢，我们或许呢可以称他为是公共艺术家。这类人呢，他不满足于仅仅提供娱乐产品啊，他们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资本呢，介入公共议题，推动社会进步。孔刘呢，就是这个典型的公共艺术家，他敏锐地感知到了社会的痛点，无论是残障人士的权益，还是女性的生存困境。然后呢，他利用电影的这个媒介啊，将这些个痛点呢放大，呈现给所有人看。他不需要站在讲台上去高谈阔论，他也不需要去竞选议员，他只需要演好他的戏。因为一部好的电影真的可以改变世界，而一个好的演员不仅仅是演活角色，更是唤醒观众沉睡的良知。在这个流量为王、娱乐至死的时代呢，孔刘的存在啊，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他让我们看到啊，原来男神呢不仅仅是用来舔屏的，更是用来敬仰的。原来呢，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啊，真的有人愿意为了正义，为了弱者，为了那些听不到的声音，去赌上自己的一切，这才是真正的顶流。当年为王祖贤插足婚姻之后，他二话不说拿着4亿分手费走人。结果呢，王祖贤还没有进门呢，这林献月的女友呢倒是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这个前妻呢，不仅依旧站稳了林家主母的位置，婆婆更是放话，宁要媳妇儿不要儿。今天呢，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场跨越了30年的豪门复仇记，看看谢玲玲是如何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的。这故事呢，要从1980年开始说起啊。那时候的谢玲玲呢，那可不是什么攀高枝的灰姑娘啊，她是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天才童星。她在婉君表妹里饰演的小婉君呢，8岁就拿了金马奖，是林青霞都羡慕的女神。可23岁那年呢，她遇到了富二代林建岳，为了爱情呢，她甚至选择了西营远嫁。可惜啊，一入豪门深似海，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为了讨好公婆，她逼自己啊，在1个月内学会了流利的粤语。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给婆婆于宝珠请安侦查，陪老人家去公司巡视。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比婆婆早起，每天早上要敬茶。在这13年里啊，她一口气生了5个孩子，完成了豪门最看重的开支3页 KPI。她以为只要自己做到了极致的贤良淑德，就能够坐稳钓鱼台。可她忘了呀，豪门的男人呀，最不缺的就是新鲜感。1993年呢，林建岳呢像是着了魔一样，对王祖贤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他不仅是送王祖贤一套价值3000万的山顶豪宅，还公然跟媒体放话说要和这个谢玲玲分居。那段时间呢，谢玲玲成了全港的笑话，媒体的长枪短炮天天堵在家门口啊，等着拍她痛哭流涕的样子。丈夫背叛，小三儿逼宫，舆论羞辱。那要换做普通的女人，估计啊早就歇菜了，或者死赖在豪门里啊，在这个空壳
婚姻里耗尽一生。但是谢玲玲没有，她在无数个深夜的痛苦之后呢，展现出了惊人的理智。她意识到了，当一个男人的心不在了，你越是卑微挽留，越是让他看不起。既然情没了，那就谈钱。1995年呢，谢玲玲正式签字离婚。这一切啊，震惊了全港，因为她拿到的分手费呢是4亿港币。大家要对这个数字有概念啊，那是1995年的4亿啊。当时香港10万的豪宅呢，也就几百万一套。这笔钱呢，甚至超过了同年的戴安娜王妃离婚时的分手费。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全是她婆婆于宝珠给的。在林建岳闹离婚最凶的时候呢，这婆婆于宝珠呢，直接召开记者会啊，对着媒体，林建岳要娶谁我管不了，但在我眼里那是他是叫鸡，谢玲玲是我永远的儿媳妇儿。这句话直接把心高气傲的王祖贤钉在了耻辱柱上，不堪受辱远走加拿大。同时呢，也给了谢玲玲最大的体面和底气。拿到4亿之后呢，谢玲玲没有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啊，也没有另嫁他人，而是选择离婚不离家。她在林家大宅的旁边呢，买了一栋豪宅住下啊。她告诉婆婆，虽然说我和林建岳离了啊，但是我的心里啊，你永远是我的妈妈。这招太高明了。她切断了和渣男的夫妻关系啊，却保留了和豪门核心决策者的亲情联系。她非常的清楚，林家的真正掌权人呢是公婆林百欣和这个于宝珠。只要搞定了这俩人，林建岳那个花花公子根本就翻不出什么浪花。拿了钱的谢玲玲啊，没有挥霍度日，坐吃山空。她敏锐的察觉到这内地房地产的腾飞前夜，利用这4亿启动资金呢，她开始疯狂的在这个内地扫货。她在苏州呢买下了整整一条商业街啊，灌钱建了大量商铺。她在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南京路呢购置了写字楼和豪宅。那个年代，很多人还不敢来内地投资啊，谢玲玲啊却敢在那个地方大兴土木。结果呢，随着内地经济的狂飙啊，她手里的资产像是滚雪球一样翻了10几倍，甚至是几10倍。现在的谢玲玲啊，光是每年的租金收入啊就是天文数字。看着那些还在豪门里为了生活费而看脸色的贵妇们，再看看如今的谢玲玲，她自己就是豪门，想买什么珠宝，想去哪里旅游啊，完全不用看任何男人的眼色。这种经济上的绝对独立，让她在面对林家的时候腰杆那是挺得笔直。她回林家不是去打秋风的，她是作为平等的合伙人，作为孩子的母亲回去的。这对比一下前夫林建岳啊，虽然说继承了家业，但这些年呢，他在感情上那是一地鸡毛，让他在家族的威信那是大打折扣。尤其是他后来呢找的这个陈丽美啊，哪怕是生了女儿，也因为出身不正被婆婆拒之门外。林建岳在外边是娱乐大亨，回到家在老妈面前那还得是乖乖听训，而谢玲玲呢却是老太太的心头肉。一场博弈的最高潮发生在婆婆于宝珠90岁大寿上。那天呢，林家大宅那是江灯结彩，香港名流云集啊。身为亲儿子林建岳呢，虽然说也在场啊，但他只能是乖乖的站在旁边，像是一个负责买单的配角。而稳稳坐在寿星公于宝珠身边，身着一身高定红旗啊，带着千万翡翠，光彩照人的正是谢玲玲。老太太紧紧拉着谢玲玲的手啊，笑得合不拢嘴。甚至在敬茶环节呢，谢玲玲直接跪在地上给钱婆婆敬茶。老太太喝完茶，甚至还要摸摸她的头啊，那种宠溺完全是对亲女儿的态度。在全家福里呢，谢玲玲是绝对的 C 位。她为自己生的5个孩子拥簇着，这5个孩子如今个个成才。长子林孝贤呢，已经开始接手这个立信集团啊，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女儿林田儿呢，是这哥伦比亚大学的双硕士，嫁给了烟草大王的后代，是香港顶级名媛。这5个孩子啊，就是谢玲玲手里最硬的王牌。他们从小看着母亲受委屈，看着母亲自强不息，所以他们只认这一个妈，也只认这一个奶奶。对于父亲林建岳带回来那些个阿姨啊，孩子们呢虽然说礼貌啊，但是眼神里的疏离啊，那是藏不住的。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林建岳反而成了那个最多余的人。他想结婚，他妈不同意啊，孩子也不同意。他想换人，前妻就在旁边盯着，像是一座大山一样啊，压的那些个莺莺燕燕喘不过气。谢玲玲呢，用30年的时间布了一个天罗地网。她不需要那个男人的爱，她只需要那个男人家族的权势和尊重。她做到了。很多人问啊，那谢玲玲为什么不恨林建岳呢？她在采访里啊提到前夫永远是云淡风轻，甚至带着一丝怜悯。他只是我孩子的爸爸，这才是最高级的报复。恨呢，是因为还在乎啊，无视才是最彻底的鄙视。在他眼里呢，林建岳呢已经不是那个能够伤害他的丈夫，而是一个由于血缘关系啊不得不存在的亲戚。谢玲玲赢在了哪里呢？赢在了她的格局。这普通小女人遭遇背叛，想的是怎么手撕小三，怎么是骂渣男，而谢玲玲想的啊是我的核心利益在哪里？她的核心利益呢是孩子和婆婆，只要守住这2个阵地，那渣男是爱去哪儿去哪儿。她没有把精力浪费在内耗上，而是把所有的能量呢都用来搞钱和教育孩子。她甚至啊美貌会枯萎，爱情呢会变质，只有握在手里的资产和流着自己血脉的孩子才是永恒的靠山。如今呢，谢玲玲呢已经67岁了，她跳舞、画画、办画展啊，做慈善，她活成了所有豪门阔太最羡慕的样子，有钱有闲，有儿孙绕膝，有婆婆撑腰，还不用伺候老公。林建岳当年那个错误的决定啊，不仅没能毁掉她，反而逼出了一个商业奇才，逼出了一个真正的林家主母。这才是老天爷写的最精彩的剧本。女人呢，永远不要做一副大树的藤蔓，要做就要做那树本身。原来当年林心如说的都是真的啊，只有帅是不会骗人的。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每一次拍戏都是找一堆帅哥围绕着我，
然后都说我是给自己谋福利。没错，我是喜欢帅哥，我是喜欢长得好看的人。林心如呢是圈内公认的颜控啊，前任呢是东联男神林志颖，现任是天涯四美霍建华。当年呢全网都在唱衰霍林恋，觉得是林心如逼婚，觉得霍建华黑恋。结果呢7年过去了，那些秀恩爱的金童玉女啊，那是离的离散的散啊，反倒是这对啊最不被看好的夫妻呢，活成了内娱的中年偶像剧。这故事开头充满了三顾茅庐的宿命感。时间呢回到2011年，那时候的林心如啊刚刚成立了工作室啊，准备转型做这个制片人。她的开山之作呢就是那部大制作《倾世皇妃》。作为制片人呢，林心如啊在选角上那是展现出了惊人的颜狗素养。男1号呢，他找的是天涯四美之一的严屹宽，男2号呢是刘连成，原著作者指名道姓要霍建华。林心如一看霍建华，那可是他的老铁呀，那还不是手拿把掐吗？结果呢，他翻车了。那时候的霍建华呢是出了名的戏痴啊加老干部，他一看剧本给拒绝了，理由很硬核啊，我下个月就要进别的组了，我想留这1个月呢好好沉淀一下啊。那要换个别的制片人啊，可能就放弃了，毕竟娱乐圈帅哥多的是呀，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但是林心如是谁啊？他是那种认准了目标呢就绝对不会撒手的狠人。他开启了死缠烂打模式啊，一次不行那就2次，2次不行就3次。他提着好酒好菜去探班，甚至可以说是三顾茅庐。他对着霍建华呢是软磨硬泡，就1个月，戏份不多，这个角色呢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除了你呢谁演我都不放心。然后呢，霍建华还是没能抵得住林心如的糖衣炮弹，松口就答应了。事实证明啊，林心如的眼光那是毒辣的让人害怕。当霍建华呢换上刘连成的造型啊，从雪地里走出来的那一刻，整个剧组都安静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帅呢？现在的流量小生那都是靠滤镜、靠磨皮、靠氛围感给堆出来的，但是霍建华呀，他是硬帅呀，他的眉骨、鼻梁、下颌线就像是用刀刻出来的一样，棱角分明。哪怕是高清镜头怼到脸上啊，你甚至都能看到他毛孔和黑眼圈，但是依然会被那种清冷忧郁的气质给折服。尤其是雪中舞剑和穿貂吃柿饼的戏份，霍建华眼神里那种破碎感呀，那种爱而不得的隐忍，直接把男2号演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当时呢，就有无数的粉丝在弹幕里哀嚎啊，这傅雅公主是不是瞎了？换着这么帅的连城不要，非要跟别人跑了。殊不知呀，戏里的傅雅公主没有选他，但是戏外的林心如呢，早已经把这个男人呢划进了自己的狩猎范围。在片场啊，两人的互动在现在看来，那简直就是全是糖啊。林心如呢是典型的艺人，这霍建华呢是极致的爱人啊。在片场呢，林心如总是故意逗他，霍建华呢就很害羞的是满脸通红啊，像是个不知所措的大男孩。林心如呢还会专门给他煲汤，哄他说啊，小草莓好可爱哦，下次呢还在我的剧组拍戏啊，我继续给你煲汤喝。这种御姐撩拨老干部的戏码，谁看谁不迷糊呀？但是霍建华呢，其实早就动心了啊。他在后来的采访中坦诚啊，其实早在俩人刚认识的时候呢，他就对这个林心如啊有点意思。但是呢，那时候林心如啊太耀眼了，那是大明星啊。而他虽然说也红啊，但是性格内向啊，不仅不敢表白，甚至连朋友都不敢坐得太近。他说呢，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呢，我不想捅破，我怕一旦捅破了，连朋友都没得做。这种胆怯啊，恰恰就证明了他的真实。这10年里呢，他以好哥哥的身份相处啊。林心如过生日，霍建华哪怕再忙也会飞过去。林心如摔伤下巴，霍建华第一时间赶去探望。甚至在某个颁奖典礼上被镜头抓到，霍建华隔着胡歌也要偷偷瞄林心如一眼，那个眼神啊，躲闪羞涩，又载着藏不住的爱意，这哪里是朋友，这分明就是暗恋天花板。直到2016年，这层窗户纸啊，终于捅破了。那一年的5月20日呢，两人官宣恋情啊，2个月后呢，巴厘岛大婚。这场婚礼啊，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霍建华在婚礼上不苟言笑，被媒体解读为是被逼婚，不情愿。两家的粉丝呢，更是撕的是昏天黑地的。但是时间呀，就是最好的清洗剂。婚后的霍建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半隐退，回归家庭。这几年呢，林心如的事业那是一路狂飙啊，她制作的《华灯初上》火遍全网，她拿奖拿的手软，成了内娱最有权势的女制片人之一。而霍建华呢，他解散了工作室，注销了社交账号，安心的当起了全职奶爸。媒体呢，经常拍到他穿着松垮的 T 恤，抱着女儿小海豚出街，一脸的死phụ笑，或者是开着车啊接老婆下班，然后呢一起去吃个路边摊。有人说霍建华没有事业心了，有人说他吃软饭，但在我看来啊，这恰恰是霍建华最帅最爷们儿的地方。一个曾经站在流量巅峰的男人，愿意为了家庭，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甘愿退居幕后，洗手做羹汤，这需要多大的底气和自信呢？他不需要靠大男主的剧本来证明自己，因为他在生活里啊已经拿到那个最重要的角色，林心如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而林心如呢，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和爱。在综艺《再见爱人》里呢，胡彦斌问他来节目的目的啊，林心如笑着说啊，我是来避免犯错的，我想看看别人的问题，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然后把婚姻给经营得更好。这句话呀太通透了，他没有把婚姻当成理所当然的童话，而是把它呢当成了一份需要时刻去维护的事业。对于一个颜控来说啊，每天早上醒来看到霍建华那张脸躺在枕边，那种快乐大概真的可以延年益寿。更重要的是啊，他证明了啊自己的择偶观是多么的正确。那些年劝他不要只看脸啊，找个老实人嫁了的朋友啊，现在大概都沉默了，因为现实无数次打脸。所谓的老实人啊，
可能既不老实也不好看，而那个长得太帅不安全的男人呢，却给了她最稳稳的幸福。在心理学上啊，最好的伴侣呢，往往不是性格相似，而是性格互补。林心如呢是强势的、外向的、掌控欲极强的大女主，这霍建华呢是内敛的、社恐的、渴望安稳的老干部。如果说霍建华找一个同样是内向的，这日子里过的是死气沉沉的；如果说林心如找一个同样是强势的，那估计啊，那家里天天是火星撞地球。偏偏是这一对啊，林心如的燥呢，这个治愈了霍建华的闷，霍建华的稳呢，拖住了林心如的飘。更关键的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建立了一种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新家庭分工。林心如现在的商业价值和制片能力更强，那他就去冲锋陷阵；霍建华现在的状态呢，更享受生活，那他就去照顾后方。这不叫吃软饭啊，这叫家庭利益最大化。在这个充满了算计和变数的娱乐圈，林心如和霍建华呢，用他们的婚姻告诉我们，颜控没有错，错的是你只看脸了，却没有看懂脸背后的那个人呢。当你拥有了看透本质的眼光，拥有了经营关系的智慧，并且呢，拥有了敢于打破世俗偏见的勇气时，你就会发现啊，帅哥呢不仅能够赏心悦目，更是那个能够陪你抵抗岁月漫长的最佳战友。